建议 UFC 重拳 PCP 排行榜。UFC 中有很多选手，他们的拳非常重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炮手嘛。今天再来做一个关于重拳的 PCP 排行榜，参考标准，第一就是看的你的 KO 效果，你 KO 过哪些牛逼的人。如果只看重拳数值的话，那厉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排名外，好多选手他们的拳都非常重，比如说那个小铁血，那个乔派佛拳都挺重的。但说实在，没 KO 过啥厉害的人咱不算。第二点就是这2年你的战绩一定是向上的，你不能把你的战绩老是往下掉。就比如说艾米特还有刘易斯，我都不会放进来。OK 兄弟们，基于这2点，咱就先来排前6名。第6名我会给到大聪明贾斯汀盖奇。盖奇是真正意义上凭借一双重拳还有一双低扫腿，在这个轻量级来回厮杀。他这个重拳跨度之大，在这个鬼神莫测的轻量级，从小鹰时代到托普利亚时代，依旧是轻量级的临时冠军。重拳凿碎过王强、腿王、夜魔、钱德勒、斐伊耶夫等等等等。就今年37岁的年纪，依然顶着一双重拳，把小黄毛帕迪给凿碎了。上来第一回合，砰几个拜佛拳，直接就给帕迪的状态给打掉了。他这个重拳真的是最原始的，没有任何技巧，全是重啊！但还是由于技术比较差嘛，打不出那种炸裂的 KO， 所以说放在第6名。第5名，烟鬼普拉特斯。普拉特斯的重拳在刺中历史上是史诗级的，是现象级的。他拥有刺中历史上最重的单发重拳，就是他的后直拳。他的重拳真的是擦到就睡，进入 UFC 以后全是终结获胜。终结的高手像李景亮、马格尼、尼尔，还有前冠军爱德华兹。特别是打前冠军华子的时候，华子的点数那是遥遥领先，结果稍微一个不注意，直接让 K 了，甚至说都他喵的让打飞了。唯一一次输的一场比赛就是输给了加里，但那重拳的威胁全程都在。虽然那场比赛加里赢了，但烟鬼的重拳威胁前5回合都在。第5回合还差点完成逆境翻盘。如果说他下场比赛再能 K 个前5，比如说马达莱纳，我绝对给他放在前3。第4名，怪鸟吉里普罗哈兹卡。怪鸟这位选手最出名的就是他无解的硬度以及飘逸的重拳，还有他这乱战式打法。怪鸟在轻重量级也是顶尖的重炮手，只是佩拉在轻重量级的光芒太闪耀，把所有战队选手还有重炮手的光芒给遮盖了。我们看怪鸟的 UFC 战绩全是终结，以硬度著称的大表哥和朗特里，怪鸟顶了拳头就往里凿，还有转身肘终结雷耶斯，还有大体格的垃圾奇迹劳西都挺狠的，都被怪鸟 K 了。怪鸟只输过佩拉一个人，这没啥的，佩拉这太狠了。第3名，汤姆阿斯皮纳尔。汤姆自从跟盖恩打完之后，那真的是饱受争议啊！明明是盖恩差点在先，汤姆却是最终受害者，不过无所谓。汤姆的所有胜利全部来自于终结，这就是他重炮手最好的证明。像剃刀、大白熊还有2楼都被汤姆终结。汤姆的蓄力后肢依旧是重量级最具杀伤性的武器，再加上汤姆那个速度，重量级真的没几个能躲得过，当然除了盖恩哈。盖恩本身就是战力天才，重量级战力历史前2，铁血那么重的拳不也没 KO 他吗？靠化身地铁击了他5个回合赢的。其实汤姆 K 不了盖恩是我意料之中，如果他能 KO 盖恩，我高低给他放在前2名。K 不了也没啥，那场比赛汤姆也没输，咱就看2番战吧。第2名，伊利亚托普利亚。托普利亚作为小级别重炮手的代表，我真的感觉他特别像阿瓦雷兹。他不仅是拳头重，而且技术也特别的好。他的打击感和组合感从现在来看真的是独一档的存在。我们看他最近 KO 的选手，大帝羽量级的历史最佳，天佑麦克斯霍洛威羽量级的常青树，我认为羽量级的历史第2，也是现役 BMF 最佳狠人，之前从来没有被 KO 过，然后被托普利亚 K 了。以及轻量级的传奇查尔斯奥利维拉首回合被他重拳 KO， 他这3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，根本测不出他的上限。但是他现在也有点被全民诟病，说是捡马哈剩下的。就比如说大帝被马哈 KO 之后，说是被他捡了，还有说奥利维拉也被马哈赢过，然后也35岁了，也被他捡了。我说实在的，虽然说的是有点歪哈，但也是有那么一丁点道理的。如果说他把小萨 KO 的话，我感觉他能真争第1了。但是他如果把马哈切夫给 KO 了，那他是真正毫无疑问的第1。看他未来表现吧，目前还是比较年轻的。第1名毫无疑问亚历克斯佩拉。佩拉打踢拳的时候就已经是远赴盛名的踢拳大宗师，格劳瑞的双冠王，进入 UFC 之后那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 KO 了像巴主、黑龙、怪鸟、希尔、朗特里及安卡雷夫，基本上都是冠军级别选手，其中很多都是之前从来没有被 KO 过，然后被佩拉开了光。我们别看佩拉打空击平时慢悠悠的，但他的重拳又快又狠，真就应验了那句话，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啊！这重拳实在是太狠了，真的是擦着就睡。从目前来看，佩拉就是这个重拳排行榜的第1名，毫无疑问的。但是托普利亚这个后起之秀很容易给他超越，但如果是他能把乔文琼斯给 KO 了，那我说实在的，佩拉就谁也不可能超越了，他就是历史第1重炮。OK 兄弟们，本期前6名都先排在这儿，还有很多高手都可以往下排，像卡佩了、蜜糖了、莫拉莱斯等等都可以，大家自行脑补吧。